大家好，我是德克，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将开启一个我一直想做的系列，叫《英国生存手册》。今天的拍摄地点是这个系列将包含关于你在英国生活所必须的一些知识，包含但不限于工作、税务、法律、证书等等高大上的话题，也有一些比如居住区域该怎么选、日常生活必备的一些技能，还有如何保护自身安全等等这种接地气的主题，尽量宽泛一些吧。当然，之前已经开始的那些系列我没有忘，还会继续更新的，所以敬请关注我的频道。而作为开篇的第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讲一下在英国如何考驾照，内容会包括英国驾照的申请条件、申请流程、考试流程和最重要的理论考试的讲解。理论考试的题库700多道题，相当刺激。那为什么我想起聊这个呢？因为我之前查了一下全网，目前还真没有一个用中文来讲解英国驾照怎么考的这种视频、这种内容。更多的是应试技巧，或者说是考试的体会，而题库部分基本上没有人讲，老外讲的倒是一抓一大把，那没用啊。这就相当于你让一条金枪鱼告诉一个树懒啊，在海里面游泳怎么能省劲儿，怎么能游得快，能学会那真是除了鬼。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来英国来考驾照，这个没有关系嘛。你在我这个视频当中也可以初步了解一下英国驾照的考试体系，万一以后能用，保不准，艺多不压身。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英国驾照的申请条件。第一个就是年龄要求，小轿车必须年满17岁以上，轻便摩托是16岁以上，普通摩托17，中型摩托19，大型摩托就得24岁。货车呢，18岁以上可以申请中小型货车，21岁以上你才能开大型货车和大客车。有道理，小年轻人开货车有意见。第二个就是居住要求。你在申请前至少已经在英国住满185天以上才能申请。简单来说，就是半年以后你才能开始这套流程。你要是刚来的话，先忍几个月。虽然在这期间理论上你是可以拿中国驾照来开12个月，但个人非常不建议这么干，特别是生活在伦敦啊、曼城啊、利物浦这种大城市，能不开就不要开。如果你只是短期的旅行，租个车那行，但如果就是在这上学或者说在这生活，个人非常不建议，能不开就不要开。如果有兴趣的话，先学一学理论考试，争取你在居住的第186天，你就开始自信的申请你的临时驾照。第三个申请条件就是你的身体得是健康，你需要在20米外能够清晰的看到英国的车牌号码，这个问题不大，特别是你还能戴眼镜，真不真？也不知道它这么测的话有什么用。我换度数高的眼镜，你别说车牌子，车上有谁我都能看。你给我1000度的眼镜，车上划痕我都能看。另外，申请人的身体不能有一些可能影响驾驶安全的疾病、阴疾，但这不是指残疾。残疾人在获得医学评估之后，也是可以允许申请驾照的。当然，那是另一套流程，因为他们的考试用的车和以后开的车都不一样。而这些身体情况呢，前期你是不需要证明的，你说啥就是啥，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在后面的理论考试之前，考官会测试或者评估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适合驾驶。我们再看一下申请流程。想考驾照呢，首先你需要去英国的政府网站去申请一个临时驾照。英国的好像办什么事儿都去他那一个政府网站，啥都能干。等临时驾照到手以后呢，你就可以申请参加理论考试和练车了。注意，在英国考试和练车它不是先后的关系，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并行，两手抓，两手都可以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既能开始刷理论考试的题库来准备理论考试，你还能同时约教练带你上路上练车去，它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不用专业的教练来教你，理论上你找一个3天以上驾龄的朋友带你上路练习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教你就行。至于你怎么练，跟谁练，拿谁的车练，英国通通都不管，爱咋学咋学，爱咋练咋练。你只要上路是合法的，然后最终通过路考就 OK 了，过程不重要。而考试呢是有顺序的，首先你必须先通过理论考试，然后你才能去约路考的时间。
非常自信。理论上你是可以考完理论考试的第2天，你就直接可以参加路考，2天考完，带不带劲？而这个理论考试的成绩呢，给你保留2年，2年之内，如果你一直没考过，或者你压根不去考的话，那这个成绩就作废了，你再重新考一遍。估计有很多人会好奇，这个费用是多少钱？我考完驾照得需要花多少钱？第一就是申请临时驾照的时候，你要在网上交一个34磅的申请费。第二就是申请之后，一般都需要你把你的 BRP， 也就是身份证给它邮过去，来回的运费都需要你出，大概是20英镑左右。我还得给他买一个快递单，让他给我安全的给我邮过来。第3个就是理论考试，考一次23英镑，补考也是23英镑。第4个就是路考的费用，一般是62磅或者75磅。如果你是在工作日考试的话，就便宜一点，就是62磅。第5也是最贵的，就是给教练的钱，也就是你练车钱。练车的费用大概是每小时25到35英镑之间，当然也有更贵的，而且你跟着学的越久，费用越高。听说有学了100多个小时还不敢去考试，这钱吧就大水漂，2年之内再不去考的话，那是真大水漂。不过英国教练的贵真不是乱说的，贵的有贵的道理。首先，因为英国它是没有中国那种在固定地点的封闭驾校，一般都是教练开着教练车来你家里直接接你。所以除了像那种全国性质的大驾校，像 AA 啊，像 RED 啊，他们的员工是有固定的工资，还有公司配的这种教练车的。其他常见的教练差不多都算个体户。换句话说，他们想当教练，所有的成本都得自己来承担，都是自己小费，纯自费。他们光前期的申请费、考试费、培训费、注册费等等，差不多就2000磅以上。这还不包括他们购买练习车辆的成本。一般来讲，他们都需要把教练车改装成双控制系统，就是跟中国驾校一样，教练那边也有一个刹车。毕竟赚钱很重要，但是命更重要。而且每年教练车的维护费用和保险费用也比私家车要更贵一些，特别是保险费，因为它还得包括学员的保险，那风险可大了，保险公司还能饶了你。所以有的教练在开始接收学生之前，自己就已经花了差不多5、6千镑，况且人家天天还车接车送，所以贵就贵点吧，都不容易，好好跟教练练就行。那理解万岁吧。我们接着聊考试。英国驾照考试的第一个难点就是理论考试，它的理论考试目前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选择题，你需要在53分钟之内完成50道单项选择题，答对43道以上就算你过了。目前的练习题库一共是746道题，但这并不是完整的题库，因为英国相关部门压根就没有发布过完整的题，多损。在实际考试当中，大概会有1到2道题是题库当中你没有练习到的，那这个数量不会太多，除非你脸特别黑，考试的时候出现8道以上，完全没见过的题，那你就凉凉。但这种几率非常非常小，而且一般新出现的题都不难，跟题库里面练习的内容差不多，可能也就是变一个语法来问你。总的来说问题不大。理论考试的第2部分是视频题，俗称叫点红旗，就是你觉得视频里面开这个车情况感觉哪里不对了，你就点开屏幕插这个红旗儿，你点的准呢，点的早，那你这个分数就高。视频里面会有各种各样潜在的危险，比如说要过马路的行人啊，要改变车道的车辆啊，甚至是路边骑马的人和拖拉机，你都要第一时间发现他们，并且判断为潜在的危险，点击你的鼠标，卡上你那只红旗。考试的时候会在题库当中随机抽取14个视频来作为考试。这考试不难，但挺烦人的，因为他在考试当中会随机将一个视频当中变成2个考点，而其他的视频都是1个考点，你也不知道是哪个，所以你也不知道一个视频该点几个红旗，那你所有视频就得全神贯注的盯着，有点风吹草动你就得点，就得插红旗，还是挺累人的。那估计有聪明的朋友就想到了，我多点点就行，我一个视频我每间隔1秒我就点，我无差别覆盖你所有考点不就完了吗？我铁定能过，跟英国人斗气，开玩笑的。英国人算是最会设计考试机制的一种人，老师就是个例子。他这个视频题，如果你连续的多点、频繁的点、集中的点、没完没了的点，电脑直接给你黑屏，刺不刺激？这个具体规则以后要讲到视频题的时候，我们再细说啊，你就别想着频繁的点了。它的练习题库一共分为15类，共746道题，
我会按照顺序，每一个类别的每一道题都进行讲解，陪伴大家逐渐熟悉这些题目。注意你在学习的时候或者练习的时候，题目的顺序肯定跟我讲的是不一样的，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题目和答案的表述方式可能都会发生变化。所以熟悉内容，了解规则，自己操作，坚持练习，才会有很好的结果。估计大家对英国驾照怎么考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好了，暂时先聊到这里，我要去找我的电脑，跟大家一块儿做题。好吧，先这样，我是德克，下期再见。